Hello，大家好，我叫黄妍锦。最近录节目一直在住酒店嘛，我觉得女生住酒店很麻烦，又担心很多隐私问题，我就很怕被偷拍。我也刷到过那种视频，教你怎么查酒店摄像头，是吧？教你查这个房间里有没有可疑的路由器，查镜子是单面镜还是双面镜，电视也得查，还得看插座里有没有红点儿。我每次跟着查到一半就累得不行了，躺那个床上心想不管了。你乐意看哪儿就看哪儿吧。但是你哪怕跟着全都查了，你还是没有安全感，因为你不知道这种科技现在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对吧？为了知己知彼，我现在天天在网上搜如何在酒店安装摄像头。我现在一边查怎么防偷拍，一边查怎么偷拍，我都好奇那个大数据得怎么标记我，一个注重隐私的变态。然后现在演出有的时候主办方其实出差订酒店还蛮贴心的，会订那种比较大的房间。人家订大的房间是为了让我缓解疲劳，我住的房间越大我越疲劳。豪华大床房插座实在是太多，我都想要那种小床房。有没有那种小房间？越小越好，光小还不行，最好也没电视、没镜子、没插座、没网、没电、没信号。监狱。但那也不是我该住的地方啊，这不是那些装摄像头的人该住的地方吗？所有办法我都试了，我现在真的是没招了。我现在住酒店，默认房间里就有摄像头。我现在住酒店，不敢卸妆。真的，我也不是宣传什么容貌焦虑什么的，我没有办法。我是一个非常在乎隐私的人，但如果我的隐私注定被泄露，那我希望泄露的都是完美的那部分。我在房间里换衣服换到一半，想起来这个房间哪里有摄像头，我第一反应都不是说挡一下什么部位，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行，我得把小肚子吸进去。没有办法，我对我自己出镜的视频就是有着比较高的要求，因为我很怕这种视频会流传到那种带颜色的软件上，你们懂吧？小某书。当然这些都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如何在完全不知道镜头在哪儿的时候保持一种镜头感。我住酒店已经开始有偶像包袱了，我最近早上起床会开始很优雅的健身、做瑜伽、吃蔬菜沙拉。可以这么说，住酒店让我变成了更好的人。我现在对外都说我是自律博主，就是不知道在哪个平台上。我还有男生朋友会说黄妍锦你太夸张了，那我们男生其实也会被拍，但也就没有你这么紧张。我说废话，你当然不紧张了，你在那个平台上会被快剪。我甚至考虑过要不要在镜头前为自己打造一种成功女性的人设。我现在住酒店会对着这个房间里任何一个我认为应该有摄像头的位置下面背英语对话。就这么说吧，我确实是来上海旅游的。但是现在给我打扫客房那个阿姨啊，她以为我是来中国旅游的。我今天早上起来背英语的时候，亲耳听到她和另一个阿姨说：“你说他们老外说话为啥要对着烟雾报警器？”但我前一阵和我妈妈住酒店，我妈问我说：“你说这房间里会不会有摄像头？”我说：“应该有。”我妈说：“行，这回不怕丢东西了。”他说完我都有点悟了，我觉得人痛苦就是因为太贪心了，是吧？你住个酒店，一个消费者又想要安全，还想要隐私，怎么好事都让你占了？有一个不错了，我现在有时候背完英语都对着那个摄像头说：“别光看我，看着点东西。”我是住酒店时才明白什么叫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我现在住酒店的时候，这种焦虑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状态？我平时在家里住的时候不化妆不敢出家门，现在住酒店。不化妆我不敢回酒店。我朋友前两天看见我就问我，他说：“黄妍锦，你天天打扮这么漂亮回酒店，你说实话，你房间里到底还住谁了？”我说：“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得有200万人。”
我现在又担心，如果有一天微博私信收到那种99加里面说你火了，你火了，我的心想，可千万得是在爱奇艺呀。讲到这儿吧，兄弟。Hello， 大家好，我叫黄延锦，我今年26了，还没有谈过恋爱。我之前跟朋友说的时候，他说快拉倒吧，我看你长得像离过婚的。也有一些人追我，但是追我的人岁数都比我大，30多岁，比我大30多岁。是不是挺荒谬的？我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说，黄延锦，我感觉你长得特别招老富翁的喜欢。现在好了，富不富我不知道，老翁是全送我这儿来了。现在追我的恨不得没有50以下的。算命的说我今年犯桃花，我都纳闷怎么我这桃花长寿桃上了。最近有一个男生应该是对我有意思啊，比较年轻。52，我都觉得他有点幼稚。他是我的一个领导，他会半夜3点翻到我2年之前的一条朋友圈，给我点了个赞。我说老年人是较少哈。我是个很爱发朋友圈的人，我算了一下，2年来我发了2000来条朋友圈。半夜翻我2000条朋友圈，拿我朋友圈当读者看了。而且我是不知道你们朋友圈平时都会分享一些什么内容。我朋友圈分享的东西很简单，全是我对一些事儿的想法，我对一些事儿的观点。我发现这个老头大半夜不睡觉，翻了我2000多条观点，就赞同我1条。我都觉得他那条不是赞同，他在那儿留了个书签儿，说今天就读到这里吧。你没有办法，你那会儿刚认识，低头不见抬头见，他总给我点，我也不好意思完全不理他，所以说刷到他的我也会给他点一点。问题是，他给我点的全是我2年之前的朋友圈，没人发现，我给他点的都是他最近的朋友圈。现在所有同事都在传我要追他。在他朋友圈里面只有一种赞我是不怎么敢点的，他会分享他自己的健身视频，还会喊我一起健身。他喊我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和你健身，哪个公园哪棵树啊？我有时候看他发那个视频，我也觉得挺搞笑的。我还想去跟同事聊，我说，哎，你看他朋友圈发那个健身视频了吗？我同事翻了一下，说没看见呀。我说我也没看见。他会对我的穿着打扮提出他自己的建议。有一天跟我说：“小黄，你平时这个妆化得太重了，男生不喜欢你这种类型，没有安全感，看不住，看不住。什么人的择偶标准是能看住啊？别人想找个好看的，他想找个好看的。而且我说心里话，也没有必要看着我。按照岁数来说，我感觉他更容易走丢。”这个人好像一直觉得自己在跟我搞暧昧，他有点太笃定了，他笃定到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我说会不会其实我喜欢他，就是我没发现，他发现了。过了几天给我发来这么一条消息，他说：“黄延锦，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我当时看完脑海内警铃大作，我说坏了，这老头要跟我表白。你怎么回他？我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我说我喜欢年轻的。有点过于针对他了。我说我喜欢长得帅的，他这种人又很难认为自己不帅。你很难找一个切入点。我真的绞尽脑汁另辟蹊径回了他一句，我说你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吗？哈哈哈。不要小看这个哈哈哈，很有巧思。多一个哈4个哈呢，显得有点热情了。少一个哈哈哈，又过于嘲讽，哈哈哈，就可以维持一种微妙的距离感。你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吗？哈哈哈。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我能想到的最智慧的、最委婉的拒绝了。大爷回我说：“我想把自己介绍给你。”
我回他176个哈，176个哈就能把这句话顶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就是我发现他这种人不懂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叫做面斥不雅。就是你作为一个文明的现代人，很多话其实不需要我当面骂你就应该明白，对吧？你就感觉他在装糊涂，因为这个人平时在单位跟他的领导一点就通，怎么到我这一点言外之意都听不出来，只能听到自己想听的。我说你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吗？他只能听到你我对象。我后来真的是累了，我都开始希望他能正儿八经跟我表白，真的，我特别希望他能好好的跟我说我喜欢你。这样我就可以好好的跟他说，滚。我需要一个这样直接拒绝他的机会。终于有一天，他半夜给我打电话，他说：“喂，小黄，我喝多了。”我喝多了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所有话呢，都很恶心。他说喝多了，我就喝多了跟你说啊。我觉得你长得挺好看的，以后我老婆要是能长成你这样，我说你看不住。讲这儿吧，先。哎，Hello，大家好，我是陈数。最近歌手挺火的哈，我前段时间也去歌手了啊，我割的是右手，在做饭的时候，不小心割伤了右手的大拇指啊，当时流了很多血，就赶紧缠上纱布跑到医院。但是在急诊里，如果你伤的只是一根大拇指的话，你会看起来很像是在幸灾乐祸。真的，那里面有很多打着石膏的、坐着轮椅的从我旁边经过，我就在那儿。50步战100步啊，真的是。去挂号的时候血还没有止住，而我这个人呢，在受伤了之后会变得非常的容易撒娇啊。我当时就想，能不能先去看了再来挂啊？就在那跟护士讨价还价啊。我们俩就像那种玩具店橱窗门口的母子。我让我先去看看，让我看看嘛，让我看看嘛。然后他就不耐烦了，一句话让我老实了，他说那你去吧。你看他让不让你看？排队很慢啊，但问诊的效率很高。那医生当时就看了一眼，就说：“哦，你这个呀，我处理不了，你去那哪儿那儿能帮你缝一下。”然后就把号给我退了，把号给我退了。我就说先看再挂号嘛，没人听。然后就只能又打车又排队又挂号，晚高峰真的非常的堵，我的血管也非常的通畅。到时候我说医生，我这个手指割伤了，上一家医院说他缝不了，让我来这儿。医生说啊，哦，那我应该也缝不了。他当时连看都没有看，直接就说他缝不了。我当时直接就忍不住开始鼓励他。我说他缝不了，你就缝不了了吗？他说你缝得了，我也觉得你缝得了，你试一试呢，你试一试，没有关系的。那医生也非常不知所措，活了几十年没有经受过这种鼓励式教育。那最后还是勉强的答应，接过我的那个手指啊，拆开那个纱布。我把号给你退了，我真不会。然后他开始拿着我的拇指开始给我解释为什么。他说：“你看，你这个手指上伤口啊，现在已经分开了，你看到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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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你别弄了，你再这么弄，下一家也缝不了了。”我当时就心想，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跑了2家医院都没能缝上？哎呦，我这个手可真是生不逢时。而且2家都是挺好的医院啊，都挺好的医院。我就想起网上之前流传那句话，叫什么“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很多人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说啊，我被治愈了，我被治愈了。我没被治愈，我被拒诊了。我当时看到那个科室里摆了一些书啊，
我就在想啊，我现在自己开始学医，我来不来得及啊？来不来得及？来不及，因为看书没办法翻页啊。然后接下来又是同样的环节，开始给我介绍下一家医院。我那天晚上我看了一个，给我推荐下一个；看了一个，给我推荐下一个，在这猜我喜欢呢。我当时就看着自己的手，我说：“这是一根大拇指吗？这不就是一根接力棒吗？流着血一个一个往下传，4×100cc 接力。”上车的时候我都想跟师傅说：“我师傅开快点啊，最后一棒了。”到了第3家医院就真的很不一样，非常专业啊，一点都不草台。刚进门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尤其那个保安最不草台了，不让我进去。因为我当时着急啊，我走了近道，他说必须原路返回，走安检通道啊。我说安检通道，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能伤害谁呀？对吧？我知道安检通道是为了检查一些管制刀具，对吧？管制刀具，我不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刀具才来看其实。还要检查，对吧？还要检查，对吧？然后，但是医生的确比较专业啊，医生非常专业，给我提供了2套治疗方案。第一套是手术缝针住院，第2套是回家自己愈合。我说啊，第2套是什么？我夜里在高架上跑了一圈。第1家医院说第2家能缝，第2家说他缝不了，第2家医院说第3家能缝，第3家说不用缝。我说你们要不先开个会呢，对吧？是怎么得出这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医学生的教材也分人教版和苏教版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不缝的话会怎么样？他说不缝的话呀，伤口就会长好。我说啊，多新鲜啊，对吧？然后我就又问他，我说这个缝了的话会怎么样？他说缝了的话，伤口就能长得很漂亮。我说很漂亮，是要给我缝一朵花吗？到时候我就是一手玫瑰。而且我不知道我手上的伤口长得很漂亮有什么用啊？然后以后跟人发生争执的时候，我直接扇他一巴掌，他说哦，漂亮，对吧？然后我就又问他，我说那不缝的话有多大概率能长好？他说大概80%吧。哎，我一听，我说那是不是差不多就是一定就能长好啊？他说不是，还是有20%的概率长不好啊。20%是什么概念啊？20%什么概念？就是1/5。1/5是什么概念啊？1/5什么概念？他一直在考我，考我约分呢，在这儿。然后他为了能给我讲明白，还给我举例子，举的例子也非常的有针对性。他说1/5呀，就是你一只手啊，其中一根手指受伤的概率，它就是1/5。我说啊，真的要举这么生动的例子吗？但突然被他说的感觉1/5非常大，但接下来一句话，他让我觉得1/5很小。他如果你要手术缝针住院的话，需要1万多块。我1万，远大于1/5。我说不缝了，不缝了，不缝了。但你不缝的话，需要在那个病历上签字确认不做手术。我真的很残忍，杀人诛心啊！就是放弃治疗大拇指的责任书啊。他需要大拇指亲自来签。讲理吧，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也是个淡人，清淡的广东人。我们家有一位很封建的传统女性，她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啊，人也非常的迂腐。她就是我6岁的女儿。她有一个过家家套装啊，就包括什么锅碗瓢盆、洗菜盆、烘箱一应俱全，就是一个塑料开放式厨房。我最烦这个玩具，因为我女儿每天一放学就在那里洗碗做饭，我看着就来气。我心想你在练习什么啊？没掌握四舍五入，先学会3从4德。
经常捧着一堆塑料食材，就过来问我要吃啥，还吭哧吭哧做半天。我假装吃掉，他又屁颠屁颠去洗碗。我一想到他以后这样伺候他那个死鬼老公，就很崩溃。我感觉这个小孩思想太落后了，他都不知道外面现在有多少姐姐已经很努力的争取到了不用洗碗做饭的自由，他自己一上来又要开倒车。你说咋办？你有没有什么培养事业型女性的游戏？比如来一个大富翁的女生版大富婆，在这个游戏里面，她走到哪里，租金就收到哪里，她不用成为任何人的老婆，但会成为所有人的包租婆。想想就开心，但可惜没有大富婆，最后只好给她买了个塑料洗碗机。少做一点是一点吧。就我发现他思想传统以后，我开始留意到更多的蛛丝马迹。他现在最好的一个朋友是他班上的一个男同学，小男孩叫天天。女儿有一天跟我说，想跟天天结婚。我问为啥，他说因为天天是班长，他才6岁，择偶的第一标准，他居然是有编制。还说想搬到天天家去住，每天给他做塑料饭，长大以后再嫁给他。我说当同学还不够，还要当童养媳。他不管，非要去天天家玩。没办法，给他穿袜子穿鞋。他还在那里抱怨，他说：“爸爸，这个袜子好紧。”我说：“我裹的就是你的小脚。”我是觉得整个环境和文化里面会有很多刻板的观念会影响到他。我女儿她从3岁开始就坚定地认为，只有女生才可以穿粉色，男生才可以穿蓝色。我只要穿粉色衣服，她就会嘲笑我：“爸爸，你是女孩子吗？”我说：“我不是女孩子，我只是闷骚。”我就是很担心这些刻板的观念会限制到他，因为总会有人告诉他你要温柔听话，长大以后找一份稳定清闲的工作最后嫁个好老公。这是在干嘛？难道我就不配拥有一个言论犀利、事业全面开花、不依靠男人的女儿吗？难道我戴维就生不出一个杨天真吗？这里面我最讨厌的就是教小孩子听话。我就跟我女儿说不要别人跟你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要独立思考，要反抗父权，听懂了吗？她说好的，爸爸。我说反抗父权，她说好的，老登。看我干嘛？我是真的很希望我女儿可以受到更多优秀女性的熏陶，我甚至都想怎么去改装一下她的房间。墙上贴张伟丽的海报，空调换成格力的，书桌上面永远摆一瓶老干妈。我还给她看《冰雪奇缘》呢，就艾莎是迪士尼里面第一个没有嫁给王子的女主嘛，她很喜欢但是没看懂，只看上了艾莎的裙子，说要穿给天天看，气死我了。但至少他开始穿蓝色，就是得一点一点给他观念掰过来。我下一个入手就是他最爱的过家家，他之前这么爱玩，就是因为我一直给他正反馈，每一次都夸他好好吃，宝宝好棒，一点都不符合现实。我应该给他一点现实主义的反馈。下次他刚把饭端上来，我一巴掌给他拍掉，怎么又是这几个菜？上班养你这么辛苦，就给我出塑料蛋炒饭，没有锅气，做的全是聚乙烯，一点都不偶乙烯。然后女儿就受不了了，那做饭太难了，我要跟天天玩过家家。没事，让他来当老公，我带你们玩一个非传统的过家家。
天天刚一来，我就开始阴阳他，老公不做饭，这个家还叫家吗？然后我再告诉他，你进了我家的门，就是我家的人，以后你是跟我们家姓戴，好好表现啊，做饭不要切到手啊。天天带过来的奥特曼也可以用来扮演他们的小孩。天天走的时候忘记带走，女儿就问我，哎，要不要给他送回去啊？我也会说不用，这就叫去父留子。最后，我想跟我女儿说，我不是想要你按照我的想法来生活，我只是怕你被限制住了。就比如像衣服这个颜色这个事情啊，你可以有自己的喜好啊，但你得知道，男生也可以穿粉色。而你，我的女儿，当然也可以穿蓝色。谢谢大家，我是戴宇。嗨，大家好，我是黑灯。准备好进入黑灯的世界了吗？那关了吧，看见是吧？朋友们，遇到过那种情况吗？坐高铁，一上车发现你的座被别人给占了，挺常见的，对不对？我遇到过一次，啊，不给残疾人让座，跟残疾人抢座，是吧？高铁的座位还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你们可能不知道。买票选 A、B、C、D 那个页面会弹出一个提示框，说系统给您安排了残疾人专属座位，是否接受？见过吗？没有也没有关系，以后办了残疾证自动就会弹出来啊！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机会啊。第一次看见的时候我还挺感动的，人文关怀嘛，对不对？接不接受？肯定接受啊！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呀都。点完接受，他开始转圈加载，转了半分钟，说卖完了。系统给您安排了其他席位，祝您旅途愉快。谁还能愉快？你没问我之前，刚才老子挺愉快的。我说天儿不错，出去溜达一下。一出门碰到一个大哥过来拍我肩膀，小伙子，我说咋了？他没事，哥提醒一下，你残疾，拜拜。生活愉快。现实生活中没见过这种人吧？活不到成年，挨打最多就这样的人，是吧？跑到你跟前嘚瑟，哎，巧克力吃不吃？巧克力，我爸从比利时带回来的，比利时的全世界最好的巧克力，要吃吗？要吃，让你爸出国买。巧克力叫 chocolate， 谁要吃你的巧克力？我有我的统一春福无糖茶。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不用出国，想喝哪儿都能买到。你就说你想不想吧？你肯定想，赶紧去买，别等了，视频暂停一下，现在就去，我等你啊。那天我就没有买到那个残疾人专座，就是一张普通的票，一上车发现还被人占了。我是 D 嘛，那人坐在上面，我就我说是不是搞错了？我刚想张嘴问他先发制人，他说你坐那个 C。就那个笃定啊，那个不容置疑，你坐那个 C， 我就怀疑我是列车长，他是什么人？凭什么命令我呢？对不对？你跟我商量一下，不用真商量，有那个意思，语气到位了就能接受。你能坐那个 C 吗，小伙子？能。你坐那个 C 就不能了。但这都是事后复盘。火神的一瞬间，脑子根本转不过来，哇！被那个气焰震慑住了。你坐那个 C， 我说好。一坐下就反应过来，说啊，凭什么听他的呢？对不对？气了一天，吵架没发挥好，就很生气。到晚上约朋友吃饭，反应过来了。我说我可以蒙他呀。我说 D 是残疾人专座呀 ，disabled。应该坐在地上了。哦，下次再遇到这种，我就跟他掰头，我说你自己滚到 C 上面去，我就要坐我的 D 是残疾人缩写，上过初中的人都了解。难不成你是个玩说唱的老铁？
我那朋友说残疾人缩写那不就 C 吗？次安残，你做个 C 没问题。次安残脑子又没转过来，是吧？我说照你这逻辑，我做 B 也可以啊 ，blind 坐在 B 上面也非常合适，是吧？他说让你做 A 也能做，我说 A 怎么也能做？他说大家看你第一反应就是哎残疾人来坐。后来真的买到过残疾人专属席位，就是16节车厢，有大概2节里面有无障碍厕所，在那节车厢的第1排。那个地方确实宽敞，第1排你发现没有？也很好找，就是大家放行李的地方。哎，一个坐轮椅的，对不对？非常期待今天残疾人专座，咔咔咔一进来一看，什么意思？跟箱子挤一挤啊，让残疾人看行李。不怕他偷啊，确实是吧？他偷了他拿不走啊。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第1排是离车门最近的，能理解吗？行动不便，一进来就到了，这个确实很合理。但是卖票那个页面上的问题，那个弹窗到现在没改，5、6年了，一行代码就解决问题了。你把这2个步骤的顺序前后换一换，你别上来就舔着脸就问你说，哎，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你先回家翻一翻你库存，你找一找我还有没有就。有你再出来卖啊，对不对？没了，小嘴巴就闭起来，对吧？你说微信群里面红包抢完了，是不是就应该把它撤回去？点击详情，谁想看谁抢了多少钱？我没抢到，我就不想知道了，对吧？体验很差，真的啊！祝你旅途愉快。祝的一般都是你没有的东西。祝你旅途愉快，说明他也知道我生气了，他不在乎，我就去投诉了。第1步身份验证就卡住了，他要我在6张图片里面找向日葵。没有办法了，是吧？事儿很小，但是，哎，确实体验很差。我确实没什么办法，我就讲个段子，就当笑话这么一讲，你们就听，对不对？哎，但是产品经理，你不要就当个笑话听啊，你走走心好不好？你当个事儿办，对，能不能改？能，肯定能改。你现在就去改，别看了，视频暂停一会儿。你不改，我会一直盯着你。黑灯 is watching you。讲到这，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勇。我们从这个黑灯的说唱世界里面来到我口音的世界，好不好？我是这个来自云南的这个哈尼族，因为我是少数民族嘛，所以从小讲这个民族话，我的普通话很差。但是大家敢相信吗？就我这口音，我大1的时候居然敢去参加我们学校的演讲比赛。我当时去到后台，前面的演员讲得太好了，普通话太标准了。我当时在后台上想了呀，我今天唯一能赢的一种方式是，让评委把我认成外国留学生。所以我上台之后疯狂学那些留学生说话，我甚至为了拿高分，我学他们喊“我爱中国”。而且我这个哈尼族是生活在一个去年非常火的一个山区，叫哀牢山区，大家刷到过吗？对，网上说哀牢山很神秘、很恐怖，之后火了，很多人就发消息来问我说：“张勇能不能带我进山？进山是不是不要钱？”我说：“是的，我们那里进山是不要钱，但是救援要钱。我们那里的 GDP 现在就靠救援队拉动啊。”所以因为是山区，所以我这个普通话很差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小时候老师的资源非常落后。我普通话那么好，要感谢我的小学语文老师，他身兼多职，他同时是我的数学老师，我的副校长，也是我的大姑爹。大姑爹就大姑父的意思。
他没上过什么学就来教我们了。就你们遇到过一种情况吗？就是老师跟同学一起解题，同时解不开。啊，这道题被侯佩岑老师解开了。我都怀疑他不是来教书的呀，他是来跟我们一起复习啊，因为他也想考初中呀，我跟你讲。但是他比你们的小学语文老师伟大多了，因为他的确做到了，把毕生所学都教给了我们啊。哎，这其实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环境非常差，我们学校就在那个村子里面，旁边是村民养的那些家禽家畜。小时候大家也做过那个鸡兔同笼的题，我们都不用算，我们直接出去数。但我数了很久，告诉大家一个正确答案。鸡和兔真的很难同笼啊！这动物根本关不住，它跑进了学校里面捣乱。有一次，老师在黑板上面解题，有2头牛就冲进来了。我们说老师牛啊牛啊！老师说谢谢谢谢。但是他转过来之后发现情况不对劲，他要立马紧急停课，想让赶我们走，让我们回家。但是我们一个学生也没走呀，我们想看呀，所以这么跟大家说吧，我小时候云南半步都没出过，但是我在现场观摩过西班牙斗牛。所以小时候一直感觉我一直跟动物生活，这给我留下了那深深的印象，以至于我长大之后去酒吧，我那个冠山园的游戏都脱口而出。啊，记得有一次喝酒醉了，别人问我动物园里有什么，我说有教学楼。他说没有，我说有大姑爹吧。教材也非常落后，教材是一代代传下来的，他们会在上面乱涂乱画。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教材，课本上齐白石的虾，到我这里的时候已经在鸳鸯锅里了。他们还把课本上所有人物的这个眼睛涂掉，就抠掉，就是人家齐白石画虾，他们把齐白石画虾。后来终于情况好点了，终于有个师范生来教我们编家了。但是师范生的这个师范老师的生活更艰辛，他要去跋山涉水，去县城运输一些物资回来给我们。就比如那个方便面，小时候在我们那里很稀缺，方便面，在我们那里很稀缺，它甚至都不是一种主食，而是一道菜，很美味的菜啊。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那个方便面配米饭，每次吃完我感觉幸福的头昏眼花。现在我才知道叫晕态啊！有次也很绅士，老师给我们带来了4种不同口味的方便面，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4菜1汤，所以吃的很艰难。我们少数民族是吃那种野菜野果。有一次我就把我家的野菜给老师吃了，老师说真有，这野菜真的能吃吗？我说老师，这野菜当然能吃呀，我们哈尼族祖祖辈辈吃了上千年。把自己吃成了少数民族。但是我们现在边疆条件好起来了啊，赶上了时潮，还喝上了新上市的统一春服备场，采用3活工艺啊。边疆人民还是不太适合接商务。好好做喜剧吧。但是对于当时的老师还有个特别难的点是洗澡，我们都是在河边洗，但是他不好意思跟我们洗，他就要跑去深山里面洗。每次他跋山涉水去，跋山涉水回来，相当于白洗啊。但每次他往深山洗的时候，我们很担心他呀，担心他不熟悉路危险，更担心他太熟悉路了，就走出去了，再也不回来了啊。所以很多人不理解，这么条件艰苦下，有的老师坚持了半个学期，有的老师坚持了1个学期就走了，这个老师坚持了3、4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跟学校签了5年的劳动合同。不过这个老师特别好，他坚持了6年才走的。老师还特别好，走之前还跟我说：“曾勇呀，我特别看好你，你一定要努力走出前面这座大山。”我说：“可是老师，走出前面这座大山，对面是越南。”
但我今天想站在这个舞台上跟老师说，欢迎老师回到我们边疆，现在我们那里有洗澡的地方了。我大姑爹也退休了，欢迎你来当校长啊！来，下这样。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 Nora 啊，非常高兴过来这边。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现在呢在自己创业。那现在我们公司情况呢就有好有坏啊。忙的时候我给我老公发信息，他很久才会回。现在公司的情况怎么说呢？他会秒回。公司压力真的很大，我觉得自己好像都患上了手机焦虑症，就是我看到消息就想回复。有一次我跟老公生气，因为我刚问他什么时候回家，他没回我消息，先回了家。而且我现在看到微信上那个小红点啊，我也很受不了。我爸给我看我小时候的照片，我很不耐烦，我非常想马上把我额头当中那个红点给抠掉。代沟朋友们，为了借手机呢，我试过很多办法啊。在飞机上没有信号，我想太好了，我可以看10页书。没有，我 P 好了10张照片。终于去年呢，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去了一个10天的冥想营，它在东南亚的一个岛上。10天，手机要全程上交，不能讲话，只能吃素，也每天都要冥想。其实我呢就想去借手机，我妈问我啊，你为什么要去东南亚啦？我说妈妈，图个清静。我妈说清静，根本你去嘉定呀啊！我说妈妈，冥想就要去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地方。我妈说跟你去王明霞阿姨家呀，啊，王明霞是谁？你看你不认识的呀。好不容易买到机票了，又遇到的新的情况，就是那个飞机啊是早上9点的航班，但是8点呢有台风会登陆浦东机场，别人都退票了，我不退，我硬飞。我想万一呢？万一该飞的时候，机场正好在台风眼里，不就可以飞了？我老公知道我要去机场啊，说了一句预言我未来的话，他说：“老婆，你真勇。”终于到了冥想营，我的身体变得很奇怪。工作人员让我交手机，我的手往前伸，人在往后退。我没想到这手机啊有后坐力。那一刻，我甚至感觉我交出去的不是手机，是我的肺。因为我都快不能呼吸了。工作人员很同情地看着我，点点头。我走到角落，叹了口气，掏出另外一部手机。谁没有2个肺呢？在被警告要被赶出去之后呢，我真的过上了没有手机的生活。不得不说，戒断反应很严重。第1天晚上是这样睡觉的，第2天。第3天，我的室友退出了，他说他的室友有羊癫疯。白天冥想的时候，周围都很安静，但我脑子里面一直在自言自语：10天不看手机，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3体人会攻打地球吗？可能会。马斯克和特朗普还是好兄弟吗？可能不会。老布布会涨价吗？肯定会。我为什么要来借手机啊？难得休假，我应该在别墅里面唱 K。我好想吃银龙鱼，我在脑中研墨下笔下4个大字，我说还我手机。朋友们，没有手机只能冥想，这个过程很痛苦，我也想过要放弃，身边有很多人退出，但我还是坚持到了最后，因为中途我悟了，冥想营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冥想吗？不是赢。冥想营都结束之后呢，我也没有马上去拿手机啊，我找到了主办方，我说谢谢你们，这10天我放下了手机，放下了焦虑。最后想问一下啊，证书哪里拿？他们说没有证书，我当时就急了，我说没有证书，这怎么证明我放下了呢？我感觉我一下子又拿起来了。我拿起手机，果然看到很多消息，很多朋友呢都很担心我，连发好几条，说怎么了？给你打电话关机，要帮你报警吗？3条之后就没了下文。我感觉我放下了手机，而他把我放在了回忆里。
工作群里面呢也很太平，10天没有回消息，居然完全没有耽误。看到这里，我更焦虑了。我马上开始回复所有的群聊，直到682个红点都没有了，我才感觉到这10天从来没有感觉到的平静。那一刻，我发现啊，我可能就是喜欢这种忙碌的感觉。会焦虑是因为我内心很羡慕那种非常松弛的朋友，但也许 love and peace 就是接受自己、爱自己的状态，内心才会 peace。所以朋友们，我也不会去冥想营了，我最多只会去王明霞阿姨家。谢谢大家，我是 Nora。